如果你遇到这种午夜经营的早餐摊，记得千万别去吃，特别是没人说话的情况下，更是千万别去搭话，因为这很有可能不是卖给人吃的。今天的故事过于诡异，这是发生在2018年。有一回，我去好兄弟朴国昌家串门，一进门就瞅见他好像在厨房鼓捣啥面食。他招呼我歇着，自己又钻回厨房忙活去了。我心里直犯嘀咕，朴国昌这家伙平时连面条都煮不利索，能整出啥像样的东西？没过多久，他就端出一个腾着热气的海碗，原来是碗馄饨。他一脸得意，催着我赶紧尝尝。我舀起一颗，皮薄馅足，瞧着还挺馋。忍在他那热切的眼神下，我把馄饨送进了嘴里。万万没想到，这玩意儿鲜得掉眉毛，比我以前吃过的任何馄饨都够味。我好奇极了，这才小半年没见，朴国昌咋就突然掌握了这门好手艺？他一脸神秘兮兮地说，在梦中学的。看我满脸写着不信，他就给我讲开了。原来朴国昌在螺丝厂上班，厂子旁边有个路口，一到晚上就有一位50多岁的大爷在那摆摊卖馄饨。因为周边厂子加班的工人多，加上大爷手艺远近闻名，每晚生意都火得不行。朴国昌也是那里的老主顾，有一回赶上小长假，附近厂子都歇了。朴国昌看没啥人，就招呼大爷坐下唠嗑。唠着唠着，听说大爷光靠卖馄饨，一个月就能净挣8万块。他立马来了兴趣，打听大爷这手艺打哪学的。提起这个，大爷就显得有点玄乎了。他说原先在这摆摊的不是他，是另一个人。他自己那会儿只是旁边厂子的一个保安，一个月挣不到2000块，每逢值夜班，他都会到摊上吃碗馄饨。人少时就跟老板搭几句话。后来有天下夜班想去吃，却发现老板没出摊，一打听才知道，老板在出摊路上让车给撞没了。大爷觉得他挺可怜，就买了点纸钱烧给他。可没想到当晚他就梦见了那位老板，人家还把包馄饨的独门秘诀一股脑儿全交给了他。大爷一觉醒来，觉得这梦邪门，就按梦里学的法子试了试，没想到做出来的馄饨味道竟一模一样。于是他辞了保安的活，在那个路口支棱起了馄饨摊，一个月的进项差不多顶得上当保安2年的工钱。听到这儿，我忍不住问朴国昌，那这手艺咋又落到你手上了？他故意卖关子让我猜。我随口秃噜了一句，不会那个卖馄饨的大爷也没了吧？没想到他居然点了点头。他说那天他下夜班，也想去吃碗馄饨，结果路上一辆大货车呼啸着，擦着他1斤几尺而过，吓得他破口大骂。话音还没落呢，就听见轰隆一声巨响，那大货车好像撞上啥了。朴国昌心里咯噔一下，心说坏事了，赶紧跑过去看。只见一辆3轮车侧翻在地，东西撒得到处都是，骑车人被死死压在车底下。他定睛一瞧，竟是那位卖馄饨的大爷。虽然心里明白人怕是救不回来了，他还是赶紧拨了急救电话。可惜等救护车赶到，大爷已经没气了。朴国昌心里挺不是滋味，想到老家有讲究，见着人过世得烧点纸送送。第2天他就买了些祭品去烧给那位大爷。刚烧到一半，平地突然卷起一股小旋风，火苗蹭一下蹿得老高，他吓得往后一躲，恍惚间好像看见大爷的身形在旋风里打着转，接着就消散了。结果当天晚上回到家，
他就梦见了死去的大爷，大爷谢了他，然后也把做馄饨的手艺原本地传授给了他。卜国昌信心爆棚地说，有了这本事，随便支个小摊，低成本月入1-2万那都不叫事儿。可我听完心里直发毛，这不就跟那些灵异故事里找替身的套路差不多吗？我劝他趁早打消去那个路口摆摊的念头，免得招惹上是非。你想啊，2任摊主都死在车祸上，手艺又都是从梦里得来的，这不明摆着是另一种索命轮回吗？我怕他不信邪，临走时又特意叮嘱了他一遍，他好像也被我说的心里发怵了。最后真没去那个路口摆摊，而是在自家小区楼下开了间馄饨店。不过生意嘛，就有点不尽人意了。后来我去尝过一次，不知咋的，那馄饨的味道远不如头一回在他家吃时那么惊艳了。故事2，你有没有仔细想过，我们祭奠时所烧的那些钱和纸盒，亲人在那边真能收到吗？在我的老家湖北，有这样一种习俗，说是村里如果有老人去世，下葬的前一天夜里要在村口送魂。所谓送魂，全国各地的叫法不同，但几乎都是在夜半时分烧些香烛、纸钱，还有纸人、纸马、汽车之类的东西。这件事是李中平的亲身经历，十分诡异。当时村里有一个长辈去世，按照当地的习俗，下葬的前一天夜里要在村口的位置送魂，这其中就有李中平一个。他那天晚上忙活完之后喝了点酒，跟着大家伙到村口送魂的时候，早已是醉醺醺的。要说人喝了酒确实时运低，能看到常人看不到的东西。这不，他无意间一抬头，就发现火堆旁似乎站着一个人影。仔细看去，那是一个老人，正透着火，远远地看着前方磕头的人们。可不知为什么，当时李中平总感觉这人的表情有些愤怒。他也想不明白这人为啥站在火焰后面，因为好奇，便不由自主地多看了2眼。可当他无意间瞟到供桌上的那张遗照，顿时就吓傻了，因为那火焰后面的人影，正是他们今天祭拜的去世老人。可这怎么可能？他以为自己看错了，便揉了揉眼睛，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啊，那个身影不见了。见此，李中平终于松了一口气，只以为自己喝多，看花了眼。那些纸人、纸钱、纸车烧了很长时间才烧完，大伙忙活完也都回去睡觉了，准备明天一早出殡。而李中平因为喝了点酒，回去倒头就睡了。入睡之后，他做了一个十分奇怪的梦。梦中他自己十分惊慌地奔跑在一片漆黑的空间里，也不知跑了多久。突然间，身后2道强光照在他身上，转头一看，是一辆汽车从远处黑暗中急速朝他开了过来。他本想接着跑，可一转头发现前方是一个深不见底的悬崖。就在这时，光线越来越近，李中平心中不由得升起了一股不祥的预感。一转头就发现那辆车竟然车速不减，朝着他驶来。他想要躲避，但是不知为什么，在梦里他根本动弹不了。看着越来越近的汽车，他绝望地抱着头蹲在地上。不过等了半天，也没发生想象中车子撞上自己的一幕。李中平小心翼翼地睁开了眼睛，抬头向前看去，只见那车子正停在自己前方不远处的地方。不过他盯着那车子看了好久，也没看到车上的人。就在他心中愈发不安的时候，突然又发现一个身影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他的侧后方。转头一看，
竟发现这人正是村里去世的长辈，只不过他此时更是一脸的凶相，恶狠狠地朝着李中平走来，嘴里嘀咕着：“你把我的车都弄坏了。”当时的李中平已经被吓傻了，哪里还注意他说了什么，只记得那老人的脸离他越来越近。强烈的恐惧刺激下，李中平也终于醒了过来。醒来之后，发现父母正在炕边，一脸疑惑地看着他。原来刚才李中平发出阵阵惨叫，把父母给惊动了过来，问他到底怎么了。李中平冷静下来之后，把噩梦中的情况跟父母讲了一遍。老人毕竟见多识广，听完之后很快弄明白了这事的缘由。原来这事还得从那天晚上去村口前说起。当时大伙正往村口搬运祭品和那些要烧的纸人、纸马和纸车，而抬那辆纸车的正是李中平和他的2个亲戚。不过因为李中平喝多了酒，下手没个轻重，竟然不慎将纸车给撕坏了。不过那会儿正忙，再说一会也就烧了，所以大伙也都没在意。但是大伙不在意，可有人却在意。弄明白了此事，第2天，李中平按照父母说的，就去城里的丧葬店订了一个纸车，给那老人烧了之后，再也没有发生什么怪事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到这就结束了。更多精彩故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我的频道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